女助理无意露出白色蕾丝，男人却以为这是助理的暗示。虽然燥热的心蠢蠢欲动，但他还是选择了克制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女助理的穿着更加大胆，若隐若现的春光时刻撩拨着她。男人极力的克制，可当他们谈论起毒蛇咬伤的事情时，女助理更是直接露出自己的香肩，指着自己曾经被蛇咬过的地方。男人轻轻的抚摸着伤口，见助理没有反抗，他就毫不犹豫的吻了上去。Don't do that. What do you mean? Luciana, you were sending me signals to... Signals. 女助理当即表示无语，随后便生气的离开。离开后的露西悲伤不已，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，可面对高高在上的作家，她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她才说出了实情。随后在母亲的带领下，露西找到了律师，她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。可律师却表示，露西并没有正式的聘用合同，想要拿到这笔钱并不容易。母亲听到后不乐意了，直接说出了露西被骚扰的事情。律师眼睛一亮，因为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是个严重的问题，是要付出巨额代价的。随后噼里啪啦的一顿按，计算出186万的天价赔偿。女孩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可在母亲的催促下，她还是在起诉书上签了字。此时她万万没想到，就是因为这张起诉书，断送了2个原本美好的家庭。第二天，作家如约来到了法庭，他看着眼前的女孩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签下支票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。露西不敢相信，作家怎么会如此的痛快？法官的话让他极为震惊。原来快递员送信的时候，作家没有在家，妻子只好替他签收。然而当他打开信件时，信件的内容就像是一道闪电，击溃了妻子脆弱的心灵。她的丈夫出轨了，而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，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。就连女儿洗澡时也在喊着露西的名字。失去理智的他竟然将自己的女儿活活淹死。随后他便取出安眠药，选择了自尽。等作家回到家中，妻子早已离开了人世。他急忙掏出手机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桌子上的律师函，这才明白了一切。他呼唤女儿的名字，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回应。等他来到浴室，女儿只留下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这一刻，他心中充满着无尽的后悔还有仇恨。露西得知这一切后，非常的内疚，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。父亲不忍女儿整天以泪洗面，便带着全家来到海边散心。在家人的帮助下，露西也慢慢走出了悲伤。然而就在露西打水时，却隐约看到了那个作家，这让她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于是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，见男人走进了一间木屋，她便追了过去。可等她来到木屋时，人早已不见了踪影。露西觉得这件事不是巧合，晚饭时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家人。家里人都以为她产生幻觉了，对此事并没有在意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的大哥就死在了沙滩上，众人纷纷围观，而作家也站在人群中。女人觉得此事与他有关，可等他再次抬头查看时，作家竟然凭空消失了，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明。大哥最后被判为意外。葬礼上，露西非常的自责，她认为大哥的死是作家的报复，于是就给作家写了一封道歉信，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。突然有一天，露西在电视上看到了作家，而作家最新的书籍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风格时，作家却说他的灵感来源于一位女神。这一刻露西慌了，她赶紧拨打了父母的电话，可接电话的却是二哥。二哥告诉他父母误食了毒蘑菇，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。等露西赶到时，父亲没了呼吸，母亲肝脏受损，露西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打击。她怀疑这是作家的报复，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作家怎么分辨毒蘑菇，也曾说过他们家海边的房子。可二哥却认为露西只是过度伤心而说的胡话。然而没过几天，二哥就出事了。他拔下钥匙刚准备下车，却突然冒出个彪形大汉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他殴打。等警察赶到时，二哥已经没了呼吸。警方告诉露西，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。通过对方的口供得知，他的二哥与对方的妻子偷情。嫌疑人多次收到匿名的信件，但奇怪的是，嫌疑人本就是一名杀人犯，却不知道怎么逃出去的监狱。露西一脸的震惊，她非常了解自己的二哥，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随后她把自己的怀疑对象告诉了警官，警官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露西只能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妹妹，却忽略了全身瘫痪的母亲。她以为作家不会对全身瘫痪的母亲再次出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她刚刚探望完母亲，就在楼下看到了作家。露西此刻才意识到，母亲可能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。为了制止这一切，她拨通了记者雷哥的电话，将自己的所有经历告诉了雷哥，希望雷哥可以帮她写一篇报道。可是这一切都是露西的推测，并没有任何的证据。但看到露西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如今的狼狈凄惨，他还是写了一篇稿子。可当他带着这篇稿子回到报社时，社长觉得他是个疯子。虽然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，但是没有任何的依据，贸然发表不仅会丢饭碗，而且还会连累整个报社。想要发表必须先找到证据。随后雷哥便查找当年的资料，发现露西大哥当年的意外
竟然与作家接受采访时间相吻合。接着他又找到了毒蘑菇，通过邻居的口中得知，露西的妈妈对蘑菇很了解，很难相信他会出错，但这也只是他的猜想，毕竟人都会犯错。随后他又来到警察局，询问露西二哥的案子，警官告诉他，那名凶手在坐牢，他是通过守卫的帮助出去盗窃的。当他谈论起作家是否和这件案子有关时，警官表示一点也没有。在他印象里，作家是一个可怜人，很早便失去了妻女，还要忍受露西这个女人的骚扰。雷哥觉得这一切不像是巧合，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作家竟然接受了他的采访。面对雷哥的质疑，作家拿出了露西当年给他写的道歉信，表示他才是当年的受害者，而他只不过亲了一下，却因此失去了亲人。接着雷哥又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海边溺水案的现场，而作家表示他的出现只是想提醒露西，度假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犯下的错。他一个60岁的老头子也不可能是他大哥的对手。不管说什么，作家都有着完美的解释。雷哥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，无奈之下，关于露西的那篇稿子也只能暂时搁置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养老院就发生了火灾，而露西的母亲也在其中。本以为这是一场意外，却没想到警察在纵火犯的背包里翻出了作家的那本畅销书。雷哥这才相信露西所有的推测，他连夜写出一篇稿子，正准备发表时，却被老板炒了鱿鱼，只因他在10年前写过关于作家不好的言论。而另一边，露西的精神越发紧绷，甚至一度到了靠药物维持的地步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自己的妹妹竟然是作家的书迷。露西猜测妹妹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，为了保护妹妹，他决定亲自找作家谈一谈。于是在雷哥的帮助下，成功混入了作家的新书发布会。露西表示他已经感受到了作家的痛苦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恳求作家结束这一切。而作家则说，这一切既然由你开始，那便由你结束吧。露西明白了作家的意思，在得到作家不伤害妹妹的保证后，露西转身跳了下去。第二天，雷哥去参加露西的葬礼，却没想到遇到了作家。看得出来，妹妹对有着相同经历的作家产生了好感。雷哥大骂他是个禽兽，可作家却让他小心点，别走了露西的老路。最后在雷哥的注视下，牵着女孩的手潇洒而去。地板下的一颗神奇种子在遇水的瞬间就生根发芽，与此同时，整个房间都开始剧烈摇晃，还不时传来诡异的声响。下一秒，一根巨大的藤蔓冲破地板，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两人掀飞。看到藤蔓还在疯狂生长，而公主却被倒下的桌子压住不能动弹。杰克不顾一切的想要冲过去救人，却被突然出现的藤蔓直接顶出屋外，而公主只能无助地看向门口。好在这时一只掉落的木桶恰好撞开了大门，公主拼命起身跑向门口，但疯狂生长的藤蔓却再次将她拦下。房门被死死缠住，不管她如何用力都无法打开。看到公主被困，杰克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拿起斧头再次冲向门口。就在藤蔓裹挟着房屋冲天而起的瞬间，杰克纵身一跃抓住门槛，跟着一起被带离地面。恐高的他忍不住看向身后，却差点被当场吓尿。然而此时藤蔓还在疯狂生长，正以恐怖的速度向上攀升。为了救出公主，杰克用斧头拼命砍向门口的藤蔓。看到藤蔓终于被砍断，公主立刻用力推开大门，想将杰克拉回来，可意外突然发生。好在他及时伸手，杰克才没有掉下去。可还不等两人反应，意外再次发生，杰克直接掉下1米高空。好在下面有足够多的藤蔓作为缓冲，落到地面的杰克也只是幸运的晕了过去。但不幸的是，此时公主已经随着藤蔓的疯狂生长，被裹挟着冲破云层消失不见。等到杰克从昏迷中醒来，一张黄金马脸赫然出现在面前。What were you doing with my daughter's bracelet? 随后便被侍卫抓了起来。原来是寻女心切的国王找了过来，杰克不敢有任何隐瞒，立刻将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如实相告。随着杰克手指的方向，众人也看向了那高耸入云的巨大藤蔓。得知公主被困，国王立刻下令侍卫前往营救，杰克也自愿加入其中，而国王也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可杰克却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菜鸟，在攀爬中频繁失误。经过一番长途跋涉，他们总算来到云端之上，却发现爬错了分支。看到杰克犹豫不决，侍卫好心的帮了一脚。好在藤蔓足够多，杰克又侥幸活了下来。众人一直爬到了晚上，磅礴大雨令他们如履薄冰，几名侍卫不小心掉了下去，直接被吊在半空。为了减少负担，长矛竟然直接割断了绳索。等到雨过天晴，众人也成功登顶，这里竟是另一番景象。但悬崖边2颗巨大的骷髅头却平添了几分诡异。虽然已经饿得饥肠辘辘，但为了尽快找到公主，众人开始加快脚步搜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说到这里先暂停一下，如果你想找对象了，就用牵手，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推荐的人越准。群鲜嫩的小肥羊突然出现在前方，可就在杰克准备抓一只开荤时，却不小心触发了陷阱，两人直接被一张大网包了饺子。就在队长准备营救时，却发现了诡异一幕，一阵巨大的脚步声响起，无数的麻雀纷纷飞走，地上的羊群也惊慌地跑向远处。好在两人脱身成功，侍卫立刻躲到了大树后面，而杰克还来不及寻找掩体，就看到一双大脚正在靠近，于是心一横，直接躺倒在水里。下一刻，杰克就透过水面看到了一个巨大身躯。
察觉到树后的动静，男人惊慌躲开。下一刻，100米高的大树被连根拔起，他被吓得亚麻呆住。就这样与巨人对视了2年半，才终于反应过来起身逃跑。可巨人却像是故意戏耍，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。等到男人跑出几十米远，巨人直接几个跨步追上，一巴掌拍了下去。拍晕男人后，巨人蹲下身来仔细打量，像是在确认食物是否可口。随后更是将男人一把抓起。而队长看到这一幕，勇敢地举剑冲了过来，在对方起身的瞬间，将利剑刺入了巨人脚踝，可下一秒却被一脚踢飞。随后巨人直接拎起2人，准备回去做顿美味晚餐。此时水下躲藏的杰克大气都不敢出，害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。好在巨人没有察觉，直接从他身边掠过。逃过一劫的杰克从水中起身，沿着巨人的脚步追了过去。尽管内心非常恐惧，但善良的杰克却不忍心丢下队友独自逃跑。而此时另一边的2人也不好，说话的长毛被巨人一把抓起，随后直接张开大嘴，卷毛立刻被吓得亚麻呆住。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即将到来，又一只巨人出现在身后，好奇地盯着眼前的猎物。卷毛慌张地解着背包，似乎里面有能够救命的东西。就在巨人抓过来的一瞬间，一个金色的皇冠被卷毛举过头顶。与此同时，杰克也一路跟踪来到了巨人的老巢，而里面有一只丑陋的双头怪，正提着被关押的公主在同伴面前呻吟。而公主也在他口中得知了巨人与皇族之间的恩怨。100年前，僧侣们为了永生，利用魔豆种出参天藤蔓，想造出通往上帝的路。但等他们爬到所谓的天堂之门后，迎接他们的却是凶残无比的巨人。藤蔓连接了天空浮岛，巨人也顺势爬到了地面。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甚至直接将人类当作食物。埃里克国王命令僧侣求助黑魔法，找出控制巨人的方法。于是僧侣们熔炼了巨人的心脏，混入魔法和符咒，成功打造出一顶前所未有的神奇王冠。当埃里克国王戴上王冠，巨人果然纷纷跪地求饶。随后国王命令他们返回天空岛，此后永远不准踏入人间，更是直接将藤蔓砍断，彻底将巨人放逐在天地之间。而留下的几颗神奇魔豆，在埃里克国王死后，也和王冠一起随他永远长眠于地下。直到100年后，魔豆流落在外，参天藤蔓裹挟着公主连通了天空岛，而巨人也将再次前往人间作恶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要先吃掉公主。而此时一只巨人也提着队长2人返回，随后直接将他们放到地上。可谁知双头巨人竟直接拿起1人，二话不说就吞了下去。这个弱不禁风的男人走在吃人的巨人中间，所过之处巨人纷纷下跪，就连双头首领都被逼得连连后退。双头巨人虽然屈辱，但还是听话跪服下来。随后他肆无忌惮地踩着首领头颅，站到了属于对方的位置。公主顿时感觉要得救了，但卷毛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如坠冰窟。听到能前往人间饱餐一顿，巨人们全都兴奋地欢呼起来。而此时杰克也悄悄溜了进来，正好看到一个巨人提着公主2人前往厨房，杰克立刻跟了上去。厨房里，队长被黏糊的面团死死粘住，不管怎么挣扎都摆脱不了。巨人抓起一把面粉撒了下去，随后便开始了更加恶心的操作。此时看到这里的公主只感到一阵反胃，但巨人可不管她的想法，继续用肮脏的双手制作着美味的晚餐。似乎是感受到公主嫌弃的目光，巨人抬头看了一眼，随后便转身继续挑选厨具。可就在这时，公主突然惊喜地发现杰克竟偷偷找了过来。这边巨人在专心地挑选厨具，却没想到有人已经盯上了他的美食。只见杰克偷偷溜到队长身边，掏出小刀就开始切割面皮，却不小心捅到了队长屁股。此时巨人已经选好厨具准备过来，杰克只好把小刀交给队长，快速躲到了一边。可巨人接下来的操作却让队长差点尿了裤子。只见他抓起木棍就插了下去，1根、2根，接下来是第3根。幸好插错了位置，队长总算保住一命。可新的危机又马上来临，巨人端起餐盘直接就往火炉里送。不一会，队长就被烤得满脸通红。杰克见状急忙爬上绳子，想要跑到高处寻找机会。等他来到刀架上，巨人也刚好过来取刀，但并没有发现杰克，而是自顾自地开始切菜。耍完大刀后，巨人又将目光看向了公主。他将公主放在菜板上，竟要直接痛下杀手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杰克偷偷来到上方，抱着菜刀跳了下去。巨人顿时疼得嗷嗷直叫，胡乱地抓向后背，直到挣扎中撞到了身后墙壁。巨人终于不甘地嘎了过去。此时队长也被公主救了出来，2人都感到不可思议，没想到弱小的杰克竟能干掉可怕的巨人。但眼下并不是寒暄的时候，将小刀还给杰克后，3人逃离了巨人老巢，找了条十分偏僻的小路悄悄溜走。可当他们抵达福岛边缘时，却发现出口已经被巨人堵住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只小东西恰好出现。聪明的杰克看马蜂飞走的方向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等到杰克再次归来，手中却多了一个大蜂窝，里面还有无数马蜂盘旋。队长小心翼翼地靠近巨人，稳了稳心神后，伸手慢慢地拉开了头盔。一旁的杰克则轻轻把马蜂窝递了过去。可怜的巨人还在呼呼大睡，丝毫没料到这2个年轻人会不讲武。快速合上头盔后，2人立刻掉头返回，来到石头后面与公主对峙。
话音刚落，刚刚还在做梦娶媳妇的巨人突然惨叫起身，满头的马蜂令他痛不欲生，脚下一个踉跄便栽倒在地。好在终于摘掉了头盔，巨人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还有一只马蜂来挑衅自己，正想劝他好自为之，却不料被对方虚晃一枪，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掉下了万丈悬崖。没想到就这样干掉了巨人，三人不由得愣了愣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而倒霉的巨人经过短暂的自由飞翔之后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彻底告别了这扯淡的人生。听到动静的国王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当看到古老传说中的可怕巨人竟然是真实存在后，国王神色凝重地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参天藤蔓，随即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为了不让巨人重返人间，再次造成生灵涂炭，老国王决定砍断藤蔓，彻底毁掉登天之路。可这也意味着女儿将永远留在天空浮斗，再也无法回归。而此时位于藤蔓顶端的三人正打算返回地面，但队长却又停下了脚步。他将带回公主的任务交给杰克，自己则留下来夺回王冠，阻止卷毛率领巨人前往人间作恶。看到队长心意已决，杰克也只好带着公主先走。就在两人离开不久，果然有大批巨人浩浩荡荡赶来，准备进攻人类世界。大量巨人护卫着卷毛，队长也只能躲在暗处伺机而动。此时双头巨人明明闻到了人类的气息，却并没有出声提醒，任由卷毛走到队长所在位置。再往下看了一眼后，卷毛正要转身发号施令，却不料此时队长突然冲了上来，一把抱住他，滚入了下方的山洞里。双头巨人轻蔑一笑，随后便让手下去砸开山洞，假装要去救援卷毛。而此时山洞内的卷毛已经身受重伤，挣扎地爬行着大喊救命。但此时巨人们正专心地打砸石壁，根本听不到任何动静。得不到救援的卷毛没一会就见了阎王。当队长爬上来想取回王冠时，山洞却在此时被砸穿。还不等队长赶来，双头巨人已经将尸体抓起。只见他摘下王冠，将卷毛随意丢弃，当着所有巨人的面将王冠戴在自己手上，成为了巨人族的新国王。但双头巨人并没有注意到，此时一个更加凶残的巨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只有老国王面色凝重，知道一场灾难即将到来。在高耸入云的藤蔓顶端，有着人类无法抵抗的存在。国王不敢耽搁，立刻下令士兵在最短时间将面前的参天藤蔓连根拔起。得到命令的士兵很快就行动起来，他们先将巨大的铁钉砸进藤蔓，接着挂上粗壮的铁链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士兵驱赶着马匹前进。随着力度不断加大，一根根藤蔓拔地而起。但此时灾难已开始发生，越来越多的分支被扯出地面，呼啸着冲向人群。来不及逃跑的士兵被活活砸死。随着主干发生爆裂，参天藤蔓也开始向下倾倒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此时身在福岛的队长也发现了情况不对，根本来不及犹豫，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，险之又险地抱住了分支。福岛顶端的双头巨人看到渐行渐远的藤蔓，顿时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。随着倾倒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刚刚爬到一半的杰克抓住枝条抱紧公主一跃而下，在空中旋转一圈后，利用草垛形成的缓冲，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地面。而队长也抓住机会松手，跳进了下方的护城河。随后藤蔓彻底倒下，征伐人间的道路被斩断。双头巨人垂头丧气的正要离开，但此时另一个头颅却开始不停叫嚷，似乎有什么重大发现。双头巨人不耐烦地看了过去，顿时被眼前的东西吸引。随后他来到镜前，捡起地上掉落的荷包，打开一看，竟是几颗能遇水生根的魔豆。双头巨人轻轻吹出一口气，几颗普通的豆子从手中飞走，飘落进了前方的小河沟。仅仅只是短暂的泡在水中，但下一刻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遇水的种子迅速生根，瞬间就钻出了坚硬的土地。巨人们纷纷跳上疯狂生长的藤蔓，等到手下全都出发完毕，身为国王的双头巨人也一跃而下，抓住了不断向下延伸的藤蔓。而此时下方的杰克正准备牵马离开，却猛然看到眼前的水槽竟倒引出几条藤蔓从天而降的场景。意识到不妙的杰克立刻快马加鞭向城堡方向赶去，想要将巨人入侵的消息告知众人，但显然来不及了，藤蔓已经延伸到地面，巨人一族纷纷降临人类世界。等到杰克追上队伍，身后的巨人就已经蜂拥而至，众人赶忙加快速度，只有进入城堡才有机会一战。但普通的马匹根本跑不过巨人，被追上的士兵只有死路一条。很快队伍就剩下寥寥几人，就连国王也被巨人扔出的风车打掉皇冠。此时城堡内队长正严阵以待，他命令士兵在城墙外浇满黑油，随后下令射箭，将黑油全部引燃，形成了一堵天然的火墙。而国王几人也在此时逃回了城堡。虽然杰克还留在外面，但为了全城的安全，队长还是狠心下令升起吊桥。好在即将关闭之前，杰克成功赶了回来，但身后的双头巨人也跟着抓住了吊桥，眼看就要爬上来，队长立刻下令攻击，无数箭雨射了出去。双头巨人再也坚持不住，直接掉进下方火海。掉落的头盔被手下捡起，却不料他只是冷冷看着，任凭双头巨人在下面凄厉惨叫，直到最后消失不见。手下没有任何反应，更是随意的将头盔扔了下去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沉入火海的双头巨人并没有死，而是顺着水底暗流游向了城堡下方。一口巨大的铜钟飞向皇宫，砸烂城墙后依旧去势不减，直直地撞碎了前任国王的雕像。就在众人不明所以时，
即将合拢的吊桥上出现了一把锋利的倒钩，凶残的巨人正指挥着手下疯狂地拉扯吊桥，一旦让他们成功，等待人类的将是灭顶之灾。吊桥的另一边，队长与士兵们一起奋力地拽着绳子，与巨人一族展开了拉锯战，甚至就连国王都加入进来，是要与子民共存亡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此时就在后方的皇宫里，一个更加可怕的巨人即将破土而出，坚硬的地板轰然炸裂，紧接着出现一颗巨大的人头铁锤。看到这一幕的杰克和公主立马转身逃走，两人快速跑向出口，想要将这里的情况传递出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猛然出现，抓走了公主，竟是并未死透的双头巨人。杰克拿起身旁的大刀，一跃而起劈向巨人，不料巨人早有防备，直接将他一把抓住。无法挣脱的杰克只能奋力扔出大刀，劈向其中一个头颅，只可惜却被盔甲挡住。虽然没有伤到自己，但双头巨人依旧怒火中烧，直接要吞掉面前的人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杰克摸向怀中的吊坠，取出了最后一颗魔法种子，在巨人张开大口的同时，直接丢了下去。随着魔法种子进入体内，双头巨人瞬间感到一阵不适，索性直接将两人扔了出去。等到杰克回过头来，双头巨人身上已经长出了藤蔓，并以恐怖的速度往上蔓延。此时皇宫外的战斗也到达尾声，巨人一族破开大门闯了进来。就在队长准备下令拼死一搏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巨响，无数条藤蔓延伸出城堡，没一会就将这座古老建筑拆得支离破碎。就在这时，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巨人们都毫无征兆地丢掉了武器，随后更是不约而同地跪伏在地。等到众人回头望去，果然发现头戴神奇王冠的杰克正从人群中走来。杰克来到巨人面前，命令他们退回天空浮岛，并且砍掉参天藤蔓，彻底斩断下凡之路。而公主也和杰克走到一起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，这种来自火星的地外生命体，在被注入葡萄糖等营养液后生长速度惊人，并且它的每一个细胞都能单独执行所有细胞功能，这意味着它的每个细胞都有单独的肌肉以及大脑和眼睛。它还很聪明，会变换姿势取悦老黑。面对如此奇特的生物，老黑渐渐陷入研究之中，无法自拔。终于在第25天的时候，实验室报警了，原因是实验舱的一颗螺丝松动，导致实验室模拟的大气结构突变，从而导致卡尔文进入休眠状态。老黑因此自责。老黑之所以如此在意卡尔文，是因为他的双腿天生肌肉萎缩，他想在卡尔文身上找到恢复的希望，所以他必须重新唤醒卡尔文。但他们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卡尔文在搞鬼。突然他嗖的一下缠上了老黑的手，展现出无比恐怖的力量，那小电棒都被他给干折了。反应过来后，老黑打算把手抽出实验舱，却没想到卡尔文竟死死地粘在了培养器上，不管老黑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。外星生物果然是早有预谋，外边的队友也只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老黑尝试用电击棒引诱卡尔文松开，但卡尔文丝毫不感兴趣。下一秒，卡尔文就地起义再次发力，更是直接扯断了老黑的手指。剧烈的疼痛导致老黑大脑缺氧，出现了晕厥。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卡尔文居然松手放开了他，显然那一双黑色的手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就在大家以为安全的时候，培养器里的卡尔文正在试图越狱，但被光滑的塑胶手套挡住。第一次尝试失败后，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卡尔文不仅身体强壮，而且智商也极高。他将身体缠在电击棒上，折断了尖锐的部分。他巧妙地用电击棒刺破了手套，嗖的一声就出来了。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。逃出的卡尔文肚子饿了，他立刻来到了小白鼠的面前。这一刻，他多么希望自己真的是死士。突然灵活的卡尔文直接钻进了死士的嘴里，非常残忍，和抱脸虫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一行失散多年的亲兄弟。外面的队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惊悚的一幕，没有人敢冒险去救他。此时卡尔文已经完全进入了死士的体内，在他肚子里转了一圈，鲜血不停地从死士的口中喷涌而出，几乎他的五脏六腑都被卡尔文吞噬了。片刻后，他停止了呼吸。队友们原本把卡尔文关在实验室就好了，但是好死不死，悬浮在空中的喷火器刚好触发了灭火系统，实验室的消防孔全部被打开。同时感受到危险的卡尔文像章鱼一样缓缓从死士嘴里爬了出来，体型明显又变大了好几倍。他试图从灭火喷口逃走，本来补救措施只要关闭消防孔就好，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喷口并不止这一个，而且这些喷口只能逐个关闭。在关闭最后一个时，还是让卡尔文利用消防口钻出去畅游空间站。整个空间站幸存的5名宇航员成为了卡尔文的猎物。队长急忙向地球发出求救信号，但信息发到一半，哪知道通讯发射器离奇瘫痪了。但以卡尔文现在的进化速度，随时都有可能将大家团灭。现在必须得有人到空间站外去进行维修。最后决定让队长冒险出舱检修。随即队长身穿宇航服靠近了发射台，他打开了冷却装置，才发现里面用的冷却剂全都没了。他们猜测可能是被卡尔文喝光了，因为卡尔文也是碳基生物，他也需要氧气、食物和水。队长询问现在哪里还有冷却剂，队友告诉他除了通讯系统和中央处理器之外，宇航服里也有冷却剂。话音刚落，卡尔文突然从发射器中钻出，吸附在宇航服上。宇航员在太空中被外星生物死死缠绕住了身体，他似乎盯上了宇航服内的冷却液。紧接着，怪物开始猛烈撕扯女人的宇航服。女人以为宇航服够厚应该会没事，没想到怪物竟然扯断了宇航服的冷却管，导致有毒的冷却废液渗透到女人的头盔上。她必须抄近路跳到对面直接进舱，于是她冒险解开了安全绳，纵身一跃，跨越浩瀚星海。
但由于刚才撞击太猛，加剧了冷却液的渗出，头盔几乎已经被灌满，女人随时都有可能会窒息而死。队友见状，赶紧穿上宇航服，赶到气闸舱前准备救援。好在女人就要窒息时，终于爬到了舱门口，但打开舱门需要内外一起操作才能打开。队友让她在外面顺时针旋转阀轮开门，而就在这时，怪物不断的在她的身体周围游荡。如果就这样贸然打开舱门，怪物也会跟着一起进来。为了不让其他队员受到伤害，女人在外面直接锁死了舱门。她决定带着怪物飘向浩瀚的宇宙，与怪物同归于尽。然而就在船内的队友们痛不欲生时，但她无法在太空中长久生存。空间站的外部是封闭的，怪物想顺着喷气口潜入空间站，宇航员们也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。只要等他一进入喷射口，他们就启动喷射口的废气杀死他。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怪物的智商和移动速度。短暂的操作下来，他们不仅没有杀死怪物，反而让燃料所剩无几。再加上刚才的推力，让空间站严重偏离了预定轨道，正在慢慢接近大气层。一旦让怪物进入地球，后果将是毁灭性的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冷静下来。这时，老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起初他们发现这个来自火星的怪物是干细胞生物的时候，最终他们模拟远古地球的大气结构，成功唤醒了火星干细胞。再加上怪物对水源特别感兴趣，这说明它和人类一样都是碳基生物。这些生物可能已经统治了火星数亿年，并吞噬了所有生命。起初火星上是有水的，但是最后没有了。没有喂养就会没有生命，这才导致大气循环被破坏，臭氧的消失，它们便会进入休眠状态。所以他提议大家都躲到同一间船舱，将整个舱内密封关闭，再将其他舱内的氧气全部排空，让火星怪物窒息后进入休眠状态。就在大家都忙着封闭舱室的时候，机智的火星怪物重新进入空间站，进行下个目标掠杀。老黑突然在船舱里发现了什么，但他并不打算告诉大家，而且他的性格也有些孤僻，他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弱。队员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后，发现老黑不对劲，此时他已经开始变得神志不清，甚至在休息的时候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He was my buddy. It's my fault. It's just surviving. Life's very existence requires destruction. Calvin doesn't hate us, but he has to kill us in order to survive. 说着说着，老黑莫名其妙的晕了过去，大家赶紧开始抢救，开始用电击进行心肺复苏。然而女队员发现老黑腿上的裤子怎么动了一下，她立马走上前去拉开裤脚，顿时吓了他们一大跳。老黑居然对怪物产生了感情，另两人则把自己锁在指挥舱。怪物的移动速度异常之快，逃不掉的村上在最后一秒只能躲进休眠舱。火星怪物与村上对视一眼后，他在上面游走了好一会儿，似乎在摸索着如何打开它。躲在里面的村上瑟瑟发抖，大气不敢出。最终怪物找不到突破口，便停在玻璃上面，开始用蛮力挤压玻璃。突然钢化玻璃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，如此惊人的力量，就连国产的钢化玻璃都无法承受它的攻击，根本没有关注到这边。两人注意到定位系统显示有一个红点在快速移动，原来是怪物在啃食老黑时，连他腿上的追踪器也吞了进去。既然能掌握了他的行踪，两人立刻就想到了办法。怪物在船舱里宛如幽灵一般飞速移动，转了一圈也找不到目标，于是又再次折返回去，继续吃老黑的身体补充能量。而这正是他们提前设计好的诱饵，只要将怪物吸引到这节船舱，他们便立刻关闭舱门。Let's kill this thing. 然后单独排出这一节舱室的所有氧气，几个小时后怪物就会缺氧而死。本来计划没有任何漏洞，只是一个助推器，直接就给怼了上去。巨大的力量让整个飞船都为之一颤，而且对接成功后并没有停下来。男人想去提醒他们，却立刻被女人拦下，并说出了实情。原来地球知道了这边的遭遇，并不会派人来救他们。这个空间站的安全防护就是他设计的。第二道防火墙是实验室，如果这两道防火墙都失效的状态下，会自动激活第三道防火墙，也就是这个助推器。这个助推器会自动对接空间站，如果他们没有消灭火星怪物，助推器就会把空间站推向太空死亡地带，防止外星生物入侵地球。然而被困的村上还不知道实情，满心欢喜的以为救兵来了。两位队友想阻止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村上已经强行打开对接站的舱门，等村上进入对接站后，怪物也立即扑了上去，里面居然还有几位宇航员，不过瞬间就被怪兽秒杀了。慌乱中，村上松动了助推器的螺丝，导致空间站对接处发生断裂。在压强作用下，飞船内的一切都被疯狂吸扯了出去。赶来的怪物吸在了村上身上，队友想去救他，可怪物也不傻，他顺着村上的身体一点点爬了过去。为了不连累队友，村上一把拉开怪物，一起掉了下去。随后助推器失去控制，偏离了航道，直接撞到了空间站。空间站已经被撞得碎渣飞漫天。虽然空间站的中央处理器还在运转，但生命维持系统已经完全瘫痪，温度正在急速下降，氧气也在快速流失。最重要的是，火星怪物还活着。而最要命的是，空间站并没有推向深太空，而是偏离航道导向地球，将在29分钟后坠落大气层，而且燃料早已用光，他们已经没法修正轨道。真是天助火星怪物！以它的凶猛程度，2名宇航员可能活不到落地，但怪物一定能活着到达地球。要知道，地球上有8
80亿人类，真要让怪物放开了吃，地下的资源也被逐一吃干抹净，它会进化成啥样谁也不清楚，地表也会变得跟火星一样。两人看着如此美丽的蔚蓝色星球，男人一通煽情后，才突然想起空间站有2个逃生舱。男人的计划是，怪物要想活命就必须得到氧气，现在空间站的氧气正在迅速减少，而氧气烛可以释放氧气，他用氧气烛来引诱怪物跑到他的逃生舱，调制手动操控，让逃生舱驶向深太空远离地球，而女人则坐上另一个逃生舱返回地球。果然前半段计划还算顺利，男人用氧气烛将他引进了逃生舱，并迅速趁机关闭了逃生舱门，他要和这个怪物同归于尽。随后他按下了逃生舱的启动按钮，飞船脱离空间站后开始缓缓起飞。与此同时，女人也成功坐上驶向地球航道的逃生舱，但是意外再次发生，女人的逃生舱在发射过程中撞上了空间站的残骸，舱体系统出现故障，偏离了航线。原本想要返回地球的女人却偏离了正轨，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黑暗，或许只有外星人才能拯救她了。而原本要和火星怪物驶向太空深处的逃生舱驶向了地球，被一把给拽开了。怪物发现只要有人还活着，其他的人类就会想尽办法去救那个人。如果让怪物进入这种有机生物含量特别丰富的海域，获得大量的食物来源后无限繁衍，以它的生长效率和超高的智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地球将变得和火星一样。